什么？又来任务了？不知道是什么。朋友们，我是你们下次的强力帮手，猜猜我是谁？哈哈哈！我不告诉你们，我也不能说。优秀如我，向来是礼物比人先到，请大家笑纳。记得挂在显眼的位置，我会检查的。下次再细聊，拜拜喽。都是这种大红的东西。这是什么？有一个剪彩花球。是你的双胞胎哥哥吗？这会是谁呢？送福到？难道是郭富城老师？郭富城。我自己准备了吉他，是这个吧？这个。娜姐，油在哪儿？油在这里，加油！哎呀，我要吐了！打扰，我爱你，打扰了。Sorry。你有女朋友吗？很容易吵架。刚才我就差点上手。你冬天不爱穿裤子，很难受。你要不要试一下加绒连裤啊？兄弟，你把链接给我，我回去拿。接下来生活做点基础。接下来将是创造历史的一场比赛。输了在脸上画一下。你说的我还赢不了你。我这个画的比较可爱。Sorry。京东女神节已全面开启，3月1日到3月8日，时尚潮流大牌低至5折。京东女神节，在意你的美，好物送到家，满口松脆，好吃听得见。本节目由脆的召唤独角兽的可爱多冰淇淋赞助播出。找工作上58同城，工作找得快，立马赚到钱。本节目由58同城赞助播出。脖子不舒服，用 SKG 颈椎按摩仪。本节目由众多明星正在用的 SKG 颈椎按摩仪赞助播出。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3中午12点抢先看正片，每周5中午12点尊享 Plus 版。点点，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们有一个哥哥给你送了几件衣服，因为他长大了，后来那个衣服他就穿不了了。小姑娘最喜欢哪件？我们今天穿个粉粉好不好？看看，咦，哦，在这儿呢，我看看合不合适。啊，这么可爱的呀。谁这么可爱呀？是不是我们点点呀？哎呀，是不是我们点点呀？哎呀，可爱啊！Talking to myself, I wonder if I'm really there. Sometimes I dream I'm drowning or falling down the stairs. Sometimes I dream of sharks, sometimes I dream of bears. 台，好可爱的台。Sometimes the easiest things are the hardest to find. 早啊，弟弟来了。
Sometimes I dream I'm living a double life. 何老师早。你早，早。 Jeffrey 娜姐，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本人，是吗你怕猫是不是有怕吗？ ？OK， 好，没事没事。 Jeffrey， 我是第二次见你吧？第二次见，其实有一次我在飞机上也见到你了，没好意思打招呼。你在看书。真的。你花了多少钱？这段植入你花了多少钱？真的在看书。我第一次见到他本人，我们俩其实那次在同一个活动，对，我在内场主持，然后 Jeffrey 就是那个吗？舞台是他始终魅力无私，成功收割一部在风中有朵云做的云。没事，你在下一张没给我，不好意思，打扰了，在这边感到抱歉，打扰了。对，就是那个然后第二天热搜出来之后，我说这个活动不是我主持的吗？我根本不知道有你主持根本没有我，好像是 Jeffrey 主持的一样。对，何老师在内场，抢戏。Jeffrey， 你欠我一个道歉。我也觉得很抱歉，就在外面打扰的。没有了，没有了。我来了。嘿嘿，程程，早。娜，你现在整个人穿着那种粉色的衣服，然后在那忙碌炒鸡蛋那种感觉，整个人就，再加上你又在飞行当中读书，你现在整个人设是特别完整的。我来吧，娜姐。好，你弄那个油吧，你把这个弄点油吧。娜姐，油在哪儿？油啊，油在这里。加油，加油！打扰。哎呀，我要吐了。真的没有油了。有。Jeffrey， 它这个油的这个感觉，可能鸡蛋会煎糊哦。不会，控制好火就行了。控制好啊，最好是啊。肯定是。我是感觉鸡蛋快被你打糊了，真的。鸡蛋快被你打糊了，打糊了。可以了，谢谢。那就翻白眼呗。你有女朋友吗？没有。很容易吵架吧？不会，我是不会吵架的人。真的吗？不是，你不是跟人吵，是人家跟你吵。不会，我觉得人家跟我也吵不起来吧？也吵很容易的。刚才我就差点上手。跟我一起说打扰了。心里地话，我送一大利回家。心里地话，我送一大利回家。门铃吧，这是门铃，用你的声音。心里地话，妈呀！我送一大利回家。No！ 不要这个门铃啊！不要这个门铃！谁呀？哇，有任务盒子哎，有任务盒子。任务盒子来了。嗯。我接到了这个站长亲启的小盒。广播小站的成员们，本期你们将要挑战的是第一次正式直播。耶！正式直播。因为之前我们是试播，这是第一次正式直播。哇！所以一切都得靠你们自己，包括导播。导播我们谁来做呢？我们首先，我们所有人都得学，
好吧？我们都至少保证每个人都能会。是。为了做到真正的陪伴，朋友请听好，广播小站本季的目标是点亮1000万双孤单的耳朵。现在请大家自行制定本期点亮耳朵的数量，并写在广播站的黑板上。第二，直播当天下午6点，也就是今天下午6点，会有专业的技术老师进行技术指导。那么谁是本期的责任导播，将由你们自行决定。第三，完善广播框架，在助播们的辅助下，制作广播专属片头，准备广播的电乐。直播时间是晚上8点。直播内容，所有的广播内容请自行策划。祝各位第一次正式直播顺利。太棒了！赶紧吃完饭后面挺多事要做的呢。好可爱呀！开始干活了，朋友们。In the light of day, I could swear you looked my way. It's such a sweet cliche. The smell of sweet perfume and your eyes lit up the room, shining like a moon. 你们要吃冰淇淋吗？来一个。Maybe next time we can go a little longer. Maybe somehow we can grow a little stronger. Let's go. 我们来讨论一下，就是看上次播完了之后有些什么觉得需要改进的地方，或者是觉得需要这次我们正式播不一样的地方。除了我们会有片头，然后我们会有一些音乐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啊？其实我希望直播的时候更多我们之间的交流，因为我们之前在这边做着事的时候，其实会有很多大家的看法，然后在直播的时候就比较多的说，来你说吧，你说吧，你说吧，就不如像这里听的那么自然。我也有这个感觉。所以你们第一次播的时候是有一个导播的，对，今天就没有导播了，今天就要我们自己做。OK。哇，这个很适合 Jeffrey， 因为聊着聊着就没有那么多电话进来。打扰。今天我们推选 Jeffrey 来当我们的那个导播，好不好？好不好？可以吧？好，哎，这个好玩呢。Jeffrey 好期待你跟电话聊。打扰。哎，我们定一个目标数字吧。我们这一整季要1000万，这次要定多少？然后一整季是1000万，1000万对。千玺今天定多少？你来打个数。没有100呗，100万，慢点来吧，80吧，70、80，50吧。先试试嘛，因为我们不知道呀。但是50会不会太少了？先以我的流量，起码要5万，5万吧。你认5万是吧？我认4万5。我导播不认。打扰了，我导播不认。杰夫，其实你很好笑的，一点不尴尬，你很好笑的，真的是。千玺，你定一个，快点。50吧，50万，好吧。然后呢，刚才那个发布的任务里面，其实也提到要有个片头。我觉得我们今天呢是这样，第一时间我们先要决定一个我们的片头的大概的方向，然后呢，我们要跟虎吉说一下，就是让他把音乐做好，我们今天晚上就要用。好，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然后呢，我们呢给大家做了一些准备，非常成功的一些片头曲。先大家听一下这些片头，看你们能猜出是什么的。第一首，请听。这个好嗨啊 ！Disco。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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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好熟啊！当当当当当当，动物世界啊！青苹果吗？这是当年我和丹妮主持的青苹果乐园。天气预报吧？对，天气预报。曲苑杂谈。魔术杂技，评书，笑话，说唱艺术，不是你们的世界，对。
所以呢，就是其实一个好的片头曲会非常有代表性。我们也要想一个，就是大家觉得我们是应该走温馨路线还是活泼路线？温馨吧。温馨。其实我觉得就是那个主题歌的那个用主题歌的旋律。旋律，或者是有几句歌词，因为这个一个我觉得是比较能够让大家更深刻的记住这个歌，二一个它本身这个歌也是走温暖的路线，对。平常在网上去听这首歌的时候，也会想到我们的某部小站，这是我的感觉，就是比较直接，对不对？我觉得直接。那我们需要前面加一点那种，比如说，车水马龙的声音啊，然后有一种就是好像晚上回家那种，是不是？对。今天我们直播的时候，直接用我们的人声进去配进去，对，后面我们可以把它制作好，就直接片头是完整的。好不好？我现在有我们片头曲的那个伴奏，听着那个声音，每个人说几句，好不好？就是你们自己的感觉。没有啊，他们最后我们就选2个嘛。亲爱的，回家了吗？在拥挤的房间里面。稍等，房间为什么会拥挤啊？因为你有时候你以为你只有一个人，其实有很多人，好可怕！鬼故事节目。好，程程啊。8点钟，打扰了。打扰。我也觉得很抱歉。打扰。跟我一起说，打扰。真是对不起，又在这个时间，在这个忙碌的时间，又打开了你们的耳朵，打扰了。就结束了吗？8点钟，打扰了。哎呀，戳到我的笑点。最后还是要带出朋友，请听好，好吗？来啊！嘿，8点，北京时间8点，又打扰了。有你在这个时候真好，但是接下来的1个小时，请你忍住。我爱你，打扰了。就这个是8点钟打扰了 ，sorry。娜娜来啊！嘿，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今天开心吗？此时此刻，在吃饭呢，还在做菜呢，还在路上呢。赶紧来听我们的朋友，请听好，你说好不好 ？Let's go！ 为什么片头是闲聊天儿？好，我们听听看那个千玺要说什么，好吧？朋友们，希望在纷扰的世界里，能给您心里的那丝宁静找到一份慰藉。朋友，请听好。这个就很正点啊，对不对？哇，这个很好哎，很温暖。这个音乐适合短句子，你听啊。街灯亮了，道路拥挤，你在回家，我在等你，类似这样的感觉。街灯亮了。你在街上，纷纷扰扰，打扰。哎，那一个也挺好笑。我们把每个人的句子都合成一个，
那种。啊，我刚才说了一个，我说了一个街灯亮了啊，千玺说了纷纷扰扰，纷纷扰扰啊，这都是我们的关键词。然后呢，你在回家，我在等你。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就是想要听别人说话，打开耳朵，打开耳朵，打开耳朵，也要打开他的心，是吧？你觉得就是要轻松一点，还是扎心一点比较好？如果扎心一点，可以说上一次有人认真听你说话是什么时候？扎心一点，或者说有些话你可以说给全世界听，因为你找不到那个要听你说这句话的人。哇，好有分量。或者你朋友，有多久没有人认真听你说话？哇，我喜欢这句，如果是刚才说的这种感觉，可能是适合。这个是朋友，有多久没有人认真听你说话了？别怕打扰，我们在听。朋友，请听好。哇，哎，有点感觉啊，可以啊，好好吧？我觉得定了啊会很温暖啊很温暖。因为上次是我们是那个试播嘛，所以我们没有正式用我们的团名跟大家打招呼啊。但从这期开始正式直播，我们就开始了。我们有这个给何炅献唱千禧曲团名的活动，现在的阅读是1.6亿啊，获得最多好评的，就是三味真火。很好哎。三味真火，有多久没有人听你说话了？我们是三味真火。三味真火，温暖你我。哎，可以耶！哇哦 ，nice！我们好有成果哦！第一片头我们不用再做了，还有那个slogan 我们也想出来了，这太成功了！我觉得我们今天上午成绩喜人啊！吃饭喽！耶！It was an ordinary day. I woke up on a wave. I filled a sail and made my way to the shore. I blew through the center of the town. 来吧， Came upon 好棒呀 a house, waited there for 下午挺多事要做的呢， screamed. 就是导播老师会来教我们做，就是比如说有一些音乐的伴乐啊，什么这些东西，看那个配比啊怎么弄。我们待会儿讨论今天节目怎么弄，我一切都由我们定嘛。好。而且我觉得，既然他们可以弹那个 keyboard， 今天可以有一点音乐，现场的一些，我是可以即兴演唱和创作的。哦，娜姐可以即兴演唱。对，你要开始互动了吗？各位朋友，你们好，欢迎大家来到朋友，请听好。今天真开心呀，Jeffrey 范丞丞来报道。极致歌王。今天我们片头会放那个我们的主题歌。我录的时候，你从来没有过那样的感觉，就是有的时候会录歌，你会想哭嘛。但你很清楚自己想哭和很清楚什么时候流了泪，但这首歌是我录着录着，我突然发现就眼泪一直流一直流。千玺录的时候有感觉吗？我录到那句一个人长大了，说在车站风很大风很大，然后我突然一下鼻子开始那什么，然后后面缓一缓。每个人点不一样，有的人的点是说奶奶的手帕藏着给你的糖。这句是我是听的时候，就听 demo 的时候很感动，我自己唱的时候我是说一个人长大，说一些爱变呀。一个人长大这个我特别有画面，就特别有画面，就不知道为什么，真的。
你看，你看，你看，赖不唧唧的。喜欢你的小飞，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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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魂穿点点，亲，要亲亲，要亲亲，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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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啥呀？你这个娇滴滴的，这是什么呀？你这个，找舒服的位置，哎呀，哎呀，哎呀，还睡呀？差不多得了，妞。其实你这个姿势你也是很不舒服的，硬要摆这个 pose 吗？晚饭我给大家做那个方便面火锅，好不好？哇，好好。嗯，对，晚上不点餐了。朋友，请听好，京东一下没烦恼。本节目由边听边逛买到爽的京东独家冠名播出，满口松脆，好吃听得见。本节目由脆的召唤独角兽的可爱多冰淇淋赞助播出。找工作上58同城，工作找得快，立马赚到钱。本节目由58同城赞助播出。脖子不舒服，用 SKG 颈椎按摩仪。本节目由众多明星正在用的 SKG 颈椎按摩仪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听着就美好，用了没烦恼的招商银行 APP 赞助播出。Real 微醺，一个人的小酒。本节目由 Real 微醺赞助播出。本节目由麦富迪犬猫粮赞助播出。有猫有狗就有麦富迪。每周二中午12点，朋友请吃好；每周六中午12点，喵喵请听好；每周日中午12点，朋友请直播。更多完整内容尽在会员版。我就是四方饼马栏山最红的 DJ， 我就是四方饼马栏山最红的 DJ 来了，你好，谢谢礼，谢谢辛苦，谢谢啊。来了，我们念信了，棒棒的。来，我们看一些有意思的信，好不好？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看有没有有趣的，可以值得分享的故事，有趣的灵魂。哦，哎呀，这个好哎。他说：“朋友，请听好，何老师、娜姐和喜子哥，喜子哥。”这个节目官宣后，我就一直期待着开播。试播那天，我准时守在直播前，我们宿舍所有的人都在听。我在想，这些人可能心里其实已经有了答案。你们的话就是会让他们心定下来。哎，一个宿舍都在听，也挺酷的啊。嗯，好可爱。这个女孩她跟她的前夫分手，然后自己带小孩。但是他没跟他身边的同事和朋友讲他离婚的事情。一想到那些疑问的眼光、探寻的口气，他就后退了。再想到他们如果去知道前因后果，又会说他很可怜，他就宁愿沉默。说马上过年了，大家每天都在问你回哪过年啊？是去老公家还是自己家？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他太在乎别人的眼光，因为日子还是过自己的。我觉得他应该坦然的讲。就是离婚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嘛。他主要不是说离婚了了不起的，他可能是之前他的遭遇，因为他说他不愿意多说他跟他前夫分开的细节。但我觉得他给他想讲的人讲细节就好了，不想讲的人就讲我就是离婚了，我们不究对错。我觉得真的好朋友啊，他不会那么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是，如果不是那么好的朋友，他问你，你也没必要跟他讲了。好多都是课业、学业的问题。这个最近发现我弟弟上了初中以后，慢慢开始出现攀比心理。双12的时候跟我撒娇，我给他买了一双1000左右的篮球鞋。买完之后，妈妈让我转账给弟弟3000块，不知道干嘛就转了，结果是给弟弟用来买手表。攀比，这个也很好啊，很好笑。怎么？他有一个同事很奇葩，他的位置在角落里面光不好，他就开灯工作。这个同事他就过去把灯关了，说要节约用电。如果他在吃饭的时候开灯，他又过去把灯关了，说你又不会吃到鼻孔里。
然后他又有关节炎，然后特别怕冷，所以夏天的时候不准他开空调，说最多只能开除湿。他说大夏天的除个啥湿？这个也特别可爱，这个是一个空姐，她爸爸就是逼她去相亲，爸爸为了让她能够相亲成功，就骗那些男生，比如说她特别爱做饭，但她连方便面都煮不好。说他特别爱看书，最喜欢的是村上春树。结果呢，人家男孩就跟他聊挪威的森林，他根本不知道那男生在说什么，所以最后只好跟那个男生就是坦白说，这都是我爸骗你。那男的就觉得特别无语。他说最吓人的是，我爸现在申请了一个微信小号，假装是我去跟别的男生聊天。Oh my god！ 天哪，又是这种，这个是爸爸，这是爸爸，这太有意思了。这有一个，他说不知道该如何好好和妈妈相处，我跟她很难沟通，从小就容易被打击自信，现在和她相处就浑身不自在，一被她说就过度的应激反应，恶性循环。我感觉好像现在很多年轻的小孩子有这样的，会有的。有时候是家长打击的太过了，太想。这个有一个小菊花，她说我和男朋友大学的时候在一起，现在毕业2年了，我想和男朋友结婚，但家里人不同意，原因如下：一，我和男朋友异地恋，不想让我远嫁；二，妈妈觉得他没有稳定的工作；三，妈妈觉得他不愿意到我的城市来，就是不爱我。但我和男朋友真的很相爱，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我该怎么办呢？小菊花，很现实的问题。他其实就是看你对他爱的程度能不能已经足以支撑你改变现在的生活方式和轨迹。相爱就一定要在一起。碰到一个你爱他，他又爱你的人，一定要在一起。我觉得这个也还不错。他说他因为大学分数考得不是很好，所以选了一个葡萄牙专业，结果他就去了一个葡萄牙相关的这个工作，但是他觉得他总是得不到发展，所以他觉得说，如果他转行呢，曾经付出那么多年的时间去学葡萄牙语，但似乎成为一个没有用的东西。他如果再去学另外一个技术，把它作为支撑生活的手段，那我何必在大学学4年的语言呢？他觉得很痛苦。哇，这个何老师完全可以去解答，因为何老师学的是阿拉伯语。啊，我觉得他这个也很常见，就是花了很多年时间学专业，但似乎并没有用。你怎么看呢？我觉得所有在学习阶段学到的东西，都是作为以后的一个根基吧。但我觉得所有经历过的都不是可惜，错过的都不是遗憾。千玺，你觉得呢？我其实想到只是说这个是一个积累，万一到某一天这个能量能积蓄到一定程度，然后它能用得上，但是对于现实他现在怎么做我没想到。如果他现在有这样子的迷茫，那他就应该去照着他心里所想的去学。对啊，那也是还年轻嘛。我觉得关键不是说要不要改行，或者说要不要重新开始学，关键是你到底想做什么。其实我觉得他最大问题是不满足于现在做的这些琐碎的日常工作，但是呢，你要知道，所有的工作都是要从琐碎的小事做起的。葡萄牙语专业，这是一个比较稀有的小语种，而且这个挺不容易的。你学完了之后，你现在是觉得你的工作很琐碎，体现不了你的价值。而且很多的时候，其实不是那个专业决定你的有没有发展，而是你这个人的态度决定有没有发展。是吧？你对于你现在手头的工作没有兴趣，那不是说你去换个专业的问题，而是说你要提起你的兴趣。
你的工作兴趣、你生活兴趣，要么就在你现在工作里面找乐趣，要么你就勇敢的，就是你找到你有乐趣的事情，你勇敢的就改变。我同意你。还在那犹豫，我觉得这个的犹豫的过程才是最可惜的，比你之前浪费那4年还可惜。很多人都这么问嘛，我后来告诉我的学生就是说，你先把它学出来，你不管学任何一个语种也好，专业也好，你最后到你工作的时候，你发现那4年都只是在打基础，所有的工作到实操的时候都得再重新学习。我觉得在念信之前，我觉得我们要聊点什么，或者我们可以聊第一次，因为今天是我们第一次正式播出嘛，每个人都可以就很简短的讲一讲，就是第一次感觉被照顾，第一次感觉被照顾，其实很好的。哎，这个很好哎。何老师，你会聊第一次吗？我会聊第一次，我聊我第一次那个，谈恋爱。哇，没有听何老师聊过，是不是？哇，何老师聊第一次谈恋爱，酷。这是什么时候 Q 到这个点呢？那就每个人都聊自己第一次谈恋爱。初恋了，哎呀啊！给千玺，谢谢。怎么会有这么舒服的节目？然后平常生活好像没有这么慢节奏，也不会说跟朋友这么就是安静的这样坐着。对。每一次来飞行的都想让他们留下啊。这就是一个好节目。对，来的人想留下，我们也想把来的人留下。就是有那种幸福的开心。哇，这个很厉害了啊！幸福感。现在的生活跟工作太难幸福了。我提了。咱们今天又喝茶又喝咖啡，今晚熬鹰。范哲都说我去录了一个叫《朋友请听好》，怎么样？3天睡了2小时。我们叫朋友请听好，他叫朋友请熬鹰。请熬鹰。朋友请别睡，醒着。干了。我们进去试一下声音好不好？好，那基本上就是这个环节了。哇，这个太惊人了！我们广播小站完全变了样子，所有人都是好像是真的像在客厅一样，好暖啊，这种感觉。哇，咱们今天是多少万来着？50万。你真的是你在外面疯一天，现在大家办正事儿你就开始来了。我想问一下台姐，我们真的关系有这么好吗？啊？我们现在要做正事儿了，你给我这样，那是我的时间，你在那个下边我拨弄，那台姐，
台姐，要不挪一下屁股啊，台姐，啊，哎，好，谢谢啊。好了，他开始去弄你那个了，喊那上不行，面这个我也要的。按钮，那个按钮。好，可以了，准备。现在是7点，还有1个小时，我们还要想一个创意的小广告。京东有一个女神节，满199减100。哇，5折哎！对，这么说吧，我就说，娜娜，我以前不认识你，只听你的声音，我也会能听出来你是个非常漂亮的女生。哇，太棒了，听都听得出我颜值爆表。虽然你也有爆表的颜值，但是呢，好的美妆产品还是少不了的。美妆产品买到爽，满199减100，那满200呢？也是减100，398就是减200。买的越多，减的越多了。没错。嗨，你早说嘛，我现在就去。心里地花，我送一大力回家。心里地花，我送一大力。导播老师来了，何老师好，何老师好，欢迎，怎么称呼啊？叫马奔。马奔啊？对，好啊，那各位老师，那我们就聊一下我们今天的工作任务。我之前有听到你们做那个第1期，确实非常非常的棒。谢谢。哇，真的吗？真的。谢谢。但是有这个小问题，就是第一个就是那个热线的声音会特别的小。哦。第二个问题就是当时的导播在操作上可能不是那么的熟，所以把一通电话给挂掉了。对。哦。所以今天我们要去解决。好啊，好啦，那我们今天就先从导播系统开始讲起。好。导播系统有3个可爱的电话，接这通电话。然后去点转主播，转完主播之后，听众来电，把它摁下去，它会亮。这个时候电话它就没有声音了，你就可以安全的把它挂掉，就给何老师控制了。对，好了，外面大概就这样子。接下来我们到里面去。走。这边基本上控制的台子就是何老师、娜姐、千玺、晨晨、幼林，这是他们的话筒的那个推子，对，把它推到0这个位置。键盘和吉他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来判断，一般来说在0的位置。导播就刚才通话的。音乐呢是配了其中的一个电脑，这一路记得是不能够动的，不要动，我知道。OK， 这些大概就没有啦。好。然后最后再讲一点点内容，就是大家的话筒使用啊，在面向话筒的时候，大概有1拳的距离。所以大家要记得，就是1拳的距离。好的。然后再教一个小技巧。阿台，你在干嘛？你在干嘛？阿台就是假装在晒太阳。他真的你在干嘛？阿台在这里，你说我们在认真的上课，你在这边搞什么搞？真的是。好了，大概就这些，看看各位老师还有什么问题？没问题了，谢谢马老师，谢谢。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再见，各位，直播顺利。好的，马老师，拜拜啊。哇，还有5分钟。哇哦！5分钟。关门了。最后3分钟。喂。倒计时1分钟，准备啊！好，2、1。有多久没人认真听你说话？别怕打扰。我们在听。朋友，请听好。朋友，请听好，京东一下没烦恼。本节目由边听边逛买到爽的京东独家冠名播出。3味真火，温暖你我。大家好，我们是3味真火。
大家知道我们节目除了有我们3位之外呢，每一期都会有2位助播，我们也请他们来给大家打招呼。Hello， 大家好，我是 Jeffrey 董幽灵。Hello， 大家好，我是范丞丞。这次呢是让我们非常紧张的一个第一次的正式跟大家见面，所以我们开始有了片头，然后我们也会有一些配乐，整个的氛围感觉好像更加专业了。其实我们的节目呢是希望可以陪伴每一个有一些孤独感的人，那么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广播节目呢可以能够点亮你的耳朵，陪伴你的孤独。对，所以呢，我们这一季呢有一个目标是在整季的节目当中，我们希望能够有1000万的朋友被陪伴，他的耳朵被点亮。大家注意，在我们这个直播页面上，在芒果 TV 听我们广播的朋友，你们会注意下面有一个巨大的一个有点像耳朵一样的这样的符号。对，这个呢就是我们点亮的标志了。我们今天定了一个小目标，是第1期直播完成50万的点亮耳朵数。哇，会不会完不成呀？今天好像不太一样，是我们第一次正式播出呢。那我想听娜娜，请问你第一次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美的女孩是什么时候？这个问题很简单。当发现世界上有镜子这件事情的时候，千玺弟弟，你第一次觉得自己很帅是什么时候？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很帅，我有印象是在我小学开始学街舞的时候，当时在这个街舞社对着镜子开始学老师那些动作的时候，跳完一整套下来，就觉得自己怎么那么帅？原来千玺发现自己帅和我发现自己美是一样的，都是发现有镜子这件事情的时候。那我问何老师，我可能比较好奇，何老师第一次恋爱是什么？哎呀，问得好，问得好。想听吗？何老师也没有跟我分享过第一次恋爱吗？其实那个时候我自己不知道是恋爱，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们有3个好朋友，但有趣的是，后来他们俩恋爱了。哇！我们当时就是习惯3个人一起去食堂吃饭呀，一起去自习呀，一起去操场什么的。后来他们俩在一起之后，我还是跟着一起，跟着一起，然后人家俩手拉手在前面走着，我就在后边走着，然后那你什么感觉啊？我直到有一次真的觉得挤不进去了，你知道吗？就真的挤不进去了。后来突然有一天你就回去吧。哇，又痛又好笑的一个故事。对，就是那时候坚持跟在他们后面走了1个多月，后来发现实在挤不进去，我很失落。然后那个时候的感觉是失去了全世界。千玺，如果你喜欢一个人，藏得住吗？为什么会突然？你会表现出来吗？以你的性格的话，有过。哎呦，好，来，就是因为在一起，就是上学，然后出去上课外班，有时候也会一起，所以待在一起的时间会长，关系很好，就是小伙伴。小伙伴只要就是在一起就觉得很开心，多美好的时候，对不对？我们今天是这样，我们今天马上会接听大家的电话，我们会有一个很有责任心、特别能干的一位年轻人担任我们今天的导播。打扰了。所以呢 ，Jeffrey 现在可以去帮我们接听那个第1通的电话了，好不好 ？Jeffrey 加油！加油！加油！好，我们接下来呢就开始要接听大家打来的电话了。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第1次正式播出第1通的这个电话到底是谁？嗨，你好，我是 Jeffrey。稍等一下哦，
喂，你好。啊，你好，我们这里是朋友，请听好，怎么称呼您？我的网名是天才小海螺。你好，我是谢娜。哇，谢老师啊，你好，你好，你好，谢老师，谢老师。也没有教你什么，就不要叫我老师。你好，我是千玺。Oh my god！ 我跟你讲，我有个同事是你的超级迷弟。谢谢，你不是吗？拜拜。Hello， 我是范丞丞。啊，你好，你好，帅哥。你好，你好。你想跟我们分享什么样的心情呢？是这样，因为我的职业是一名牙医啊，有一个问题会一直困扰我们。随着互联网快速的发展，我们很多患者呢会先上网查阅一些这方面的资料，然后要求我们大夫呢按照查询来的治疗方法去给他做治疗。指挥你们？对，指挥我们。就是我举个例子，举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大爷，他是来想做种植，但是呢，他是高血压、高血糖，还做过心脏搭桥，而且他还是一个重度牙周病。我们需要根据你的身体条件去判定说你够不够这个资格去种。那大爷就跟我们讲说，他呢从软文上看了一篇叫做《那些牙医不肯告诉你们的秘密》。有。他还跟主任说你一定要攻克这个难关，你一定要迎难而上。像我们做这个工作也有这个困扰，就是举个简单的例子，我跟娜娜是很好的朋友，而且是不会变的朋友，但是呢就是会有人写一些文章是何炅是从什么时候不叫娜娜叫谢娜，什么两人关系破裂什么之类的，他就是很多人会相信、我不知道为什么坚持要说这个。你这样子你也编一个，对呀，只有那些牙医才知道的事情，然后你找个机会发送给大爷。我觉得您的这个心情我们特别能够理解。我们在这里呢也只能跟所有听我们广播的朋友说，我觉得人家还是术业有专攻，有的时候参考一下可以，但是你完全用网络疗法或者网络上的说法去来左右医生的这个判断，我觉得是不可取的。我看留言说父母的朋友圈经常分享这些东西。天才小海螺，我们想送你一句朋友的话好不好？娜娜，你送一句话给他。没有委屈就没有成长。祝你工作顺利，不要再碰到这些不可思议的患者了，好不好？谢谢您，感谢，再见。现在我们接听下一个电话。什么烦恼？可能我也有。你冬天不爱穿裤子？那我让何老师他们跟你沟通一下，好吧？他心里是有安全感的。您好，喂，你好，介绍一下自己吧。你好，我叫小天。小天你好，有什么要跟我们讲的？我现在有一个事情就是烦恼了我很久了。就是我冬天不爱穿秋裤。不爱穿秋裤？对，因为我觉得秋裤穿着太紧，然后挺不舒服。你可以试试不是那么紧的秋裤，或者是外面的裤子买大一点。然后我把这个事情呢告诉我女朋友了。然后我女朋友就是把她的这个加绒裤袜让我试了一下。你就爱上了这个选择是吗？可是加绒裤袜很紧哎。然后加绒裤袜，其实它舒服的原因就在于我女朋友比我胖一点。所以我穿上去会稍微宽松一点。你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强调你女朋友比你胖一点，你这样她真的会开心吗？她应该不会不开心。不会不开心是不是？就是问题就是在于我每天晚上就是回到寝室以后，我的室友就会看到我把外面的裤子脱掉，然后他就会用那种很奇特的眼神盯着我看。他是不是以为你最近在学芭蕾舞？就是他们什么话也不说，然后就盯着我看。没事，兄弟，你可以问他，你有女朋友吗？你直接反问他，对吧？没有，兄弟，我觉得他们看着你，其实不见得是就是觉得你奇怪，他们其实想要找你要链接，或者是羡慕你。千玺，你穿秋裤吗？我也是我不穿秋裤，然后我不穿秋裤的原因也跟他一样，我觉得紧啊。我觉得里面穿秋裤，外面再穿裤子就很难受。
那你要不要试一下连裤那种加绒连裤啊？兄弟姐姐有兄弟，你把链接给我，我回去买一下。好的，好的，好的。找到了一个同伴。小天本来想有很多不同的颜色。把你懂的。你推荐什么颜色给千玺？我的话，我推荐粉红色。那你推荐那个范丞丞穿什么颜色呢？蓝色的。谢谢兄弟。是天蓝色还是？我觉得不需要讨论这么细了吧，好吗？小天不要烦恼了，你自己穿着舒服就好了，对不对？就是，而且你有女朋友，你怕什么？对啊，你有说得好，而且你女朋友都支持你穿。就是的。好了，谢谢小天。我们想送你一句朋友的话，好不好？朋友的话都是我们写在里面的小句子，翻页送给你，好不好？记住美好的，忘记不好的。好了，谢谢小天，问女朋友好啊。好，好嘞。这是一个很欢乐的电话啊。这是我们的京东福利时间，京东美妆为大家准备10万份的美妆小样，近期参与电话预约都可以来领取。治愈心灵，修护美肌，京东美妆带你打造水感润颜，大家赶快行动！你可以获得由京东美妆提供的挚爱呵护礼盒1份，来京东美妆奢享超值礼赠，更有超多满减优惠。买京东。我们来听听看这个电话。喂，您好。Hello。你好，哎，好甜的声音。你好。你好，先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好不好？你们好，我叫依阳。依阳你好，依阳想说什么？就是我跟我老公呢，刚刚结婚1年多，感情也挺好的，然后他各方面对我也很好，就有一点特别不好，我实在无法理解，就是他看不惯我给我自己花钱。他看不惯我给我自己花钱，是我把钱花在我自己身上。前段时间我看中了一支口红，但是我一直不舍得买，然后前段时间是有一个什么活动，刚好又有我喜欢的那个色号，我就准备那天晚上抢嘛，发现他在我购物车里不见了，他给你删除了。对，结果就没有抢到，我就跟他吵架了，而且他还觉得他自己没有做错，他说还帮我省钱，说我口红那么多也不用买了。那我找到了方式了啊。你找到什么方式？换密码。那个弹幕有给你支招啊？说什么？说你叫你直接买吧，别加购物车了。还有弹幕还说千玺的 OS 说又是我无法涉足的领域。听不懂，听不懂。千玺说听不懂。我注意到你说了一句话，就是他其实对你是好的，他也是细心的老公，对不对？他只是不太懂女孩子的消费观。依阳，我还是希望，如果这个问题啊，你跟他沟通过也改不了的话，我希望你要绕开这一点。因为呢，你已经肯定了他这个人跟你的情感，而且你也觉得他别的地方不错。那人肯定是有小毛病的，人肯定是有缺点的。那你不要死缠在这一点上，绕不过的话，就可能会真的影响你们的感情。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如果他真的觉得你买这个买多了，他可以跟你说，哎，我觉得你有很多一样的啊，比如说这个颜色你擦就很好看，我觉得比这个颜色好看，我觉得能够接受。但是他一声不响的就给你删掉，我觉得你这个得谈谈心吧。谈谈心啊，谈谈心。还是祝你可以买到自己心仪的色号的口红，然后祝你跟你先生幸幸福福、甜甜蜜蜜的，好不好？是。我们想送你一句朋友的话，好不好？吃一顿好吃的就开心了。现在挂掉电话就去吃一顿好吃的吧，比如去吃一顿火锅。1顿不行，那就2顿，开心最重要。谢谢你啊，谢谢，祝你幸福，祝你幸福。我觉得很开心，今天有这么几位朋友跟我们沟通。每一次的直播当中都会有很多的朋友来分享他们的一些，有的是小烦恼，有的是小秘密，有的是他们的小经历。
我们在这里呢，也希望大家呢可以除了跟我们沟通之外，在你的生活当中可以找到一个愿意倾听你的朋友。我真的感觉我很有意义，就是我们大家坐在这里，然后那么认真的来听他们说，对，真能遇到很多不一样的生活百态，觉得非常非常珍贵。对，就涉足一些没有涉足的领域，对，就为未来生活做点基础，未来生活做点基础。而且每次遇到这种夫妻间的事情呢，千玺很想加入，但是眼神是空的，你知道吗？有点难。当我们节目在芒果 TV 播出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千玺整个的姿态，就刚开始的时候，那接每个热线都是那种弯着腰，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倾听的姿态。这方面的资料，然后要求我们这个大夫呢，就是说按照他网络上查询来的治疗方法去给他做治疗，循环很不舒服。到后面你感觉，您好，因为我的职业是一名牙医，有一个问题会一直困扰我们。我把这个事情呢告诉我女朋友了。的原因就在于我女朋友比我胖一点，平均每一周都会遇到3、4个这样的患者。就是我跟我老公呢，刚刚结婚1年多，感情也挺好的，然后他各方面对我也。今天都想参与进来，好像听不太懂一些点。是的，放弃了，放弃了。今天在节目当中接听了大家的电话，但是呢，我们特别感动的是，其实每期节目我们还是会收到非常非常多朋友手写寄来的信，沉甸甸的。然后我们每一次有一个非常温暖和幸福的下午时光，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围在一起，拆看大家的来信，然后打开每一个信都有一些不一样的世界。我们今天呢有一个很有趣的那个来信千玺跟我们分享一下这封来信。他说，我最近有一个小烦恼，就是我的室友经常吃光我的东西，我该怎么和他说呢？假如我和他去超市一起买了一袋水果，我们 A 了钱，我心里会默认这些东西是一人一半的。可是这些水果，如果我不再放进冰箱前吃一点的话，就再也别想吃到任何一个。他会非常迅速的吃完。最令我难以置信的是，我点的外卖只吃了一半，因为上课来不及了，我就放到冰箱里，想着回来还能吃。结果下课后回来以后，发现只剩下空盒子在垃圾桶里。他觉得很无语，要怎么跟他的同学说？他真的很饿，同学在长身体吗？我怀疑这位朋友同学是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不然这个有点夸张了。我觉得他可能真的没有那个就是你的我的这个概念，说明关系好像还不错。对，而且这个同学也是大大咧咧的，好像没有在乎这个事情。但如果你在意了，你需要跟他沟通，你得告诉他，你不能心里默默的恨他，然后对方都不知道，是不是？对，如果在意的话，一定要说，不然大家会以为就是这样子。2个方式，要么是语言说，另外一个就是行动上锁起来。而且好像每个人身边都有这么几个朋友。好吧，我就是那个朋友。我正要说，原型就在我们的，就在我们的广播间。可能我就是身边朋友关系都比较好的，我们确实都是那种人，就是那种放进冰箱里以后，他就第2天就全没了。放进冰箱就感觉是公共的了。对。而贴标签，感觉那个东西就是说快吃它，贴自己的名字就表示你别人快来吃它，对，就快来吃它，就是那个意思。就或者是要跟他说一下，对，就是要沟通。就讲你怎么讲呢？应该别吃了，放下。其实我也想起，我之前有朋友去吃饭，他是真的是从来没有结过账，不是我。何老师不是说我跟你在一起去，我确实没有结过账，但是我跟我那个朋友在一起，我在想说，你居然能找到这样的朋友，你自己不就是这样的朋友吗？有一次娜娜我就印象特别深，我们吃完饭要买单，你知道吗？就是
他跟另外一个人在抢，在我面前抢单的感觉。但娜娜就是手好像长在钱包里面了，就是卡在里面，就是掏不出一张钱，搞了半天。重点是他在那折腾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住，我就过去跟他说。我说你抬头看看，对面跟你抢的人可是杰哥呀！就他俩还没结婚之前，我说你最爱的人，你都下得了这样的手？假抢。我这个是开玩笑，那次抢是开玩笑。我想我的朋友真的从来不买单。后来有一次，我就想说，我绝不买单了。后来那一次呢，我就。熬到了天亮，这2个人干坐。不是，我们就去吃了，吃完然后我就走了，我就没有买单。然后他跟着我后面走的，后来我都走出都是几条街了以后，我问我说：“哎，多少钱啊？今天？”他说：“你没买单啊？”我说：“你没买单。”那你们回去付了吗？回了，马上就回去付了。付了。他们俩也不是跑，就很从容的出来的。我今天有一个特别突出的感受，我就是，虽然我跟娜娜已经就是一起工作很长时间了，我对她非常熟悉。如果我没有见过你的人，我只是听你的声音的话，我也会想得到你会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颜值爆表的女孩。真的吗？哇，那我真是太开心了。但是呢，就算你有了爆表的颜值，你也不要错过一些好用的美妆产品。你知道应该去哪里买吗？哪里呀？你跟我介绍介绍啊！来京东，美妆产品买到爽，满199减100。哦，就是买的多，减的多。对，太好了，你早说嘛，我现在就去。下面呢，我们看看程程发生了什么故事。那我来。然后我也是看到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是语义。从小我给大人的印象就是特别懂事，特别乖，乖到哪怕我特别不愿意做的事情，只要他们说说，他们有多么多么的难，或者怎么样，我都会去做。我这样做就是希望他们多爱我，多关心我一点。可是并不是这样的，我发现他们开始压榨我，没有底线，没有尊重，我该怎么做？就是他可能是一直都是无私的帮助身边的人，但是他想学会拒绝。他用到了压榨这样的很严重的词，哎，这种很多的要求已变成无理了，才会让他有压榨这个词的这个感受。其实我觉得我们生活中会有很多这种好好先生，因为他就算自己再苦再难，他都说不出拒绝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反倒会觉得弄得自己会非常非常的累。其实要学会拒绝也是一门学问的。千玺，如果你的同学1年365天，你每天都帮他带面包，就是那种关系特别特别好的朋友，然后我也会自愿说帮个忙啊这种。但如果说我们之间，你也知道我们之间距离还比较远，但你每次又觉得好像跟我很近的样子，对，这种时候就会跟他那个反映一下。你怎么反应？就适当的找各种环境吧，各种情况就讲一下，对，表达出来。其实我觉得何老师这2年好一点，前2年是我就觉得我小的时候真的不会拒绝。我也是那种不是特别会拒绝的人，就是我是那种，大家有忙要帮，然后我就 OK。要这个朋友他真的是觉得说，你真的帮我做一点，我都会觉得很感恩，或者是怎么样 OK 的。但是有的时候你尽力去做了，他还会说你这样没做好，那样没做好的时候，就会让你会觉得很难受，不舒服，感情被错付了的感觉。对。所以我想，可能这个每一个人在人际关系当中，在学会拒绝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成长的过程。现在很多人都以为，就是不拒绝别人，我就可以拥有朋友，但其实不是这样的。朋友不是说我对你有求必应才是朋友。今天非常高兴跟大家一起分享了这么多有趣的故事。我们这是第1次的正式播出，再一次感谢程程和幼玲来跟我们一起来主播。我就感觉今天一天过得
非常开心，很开心能够倾听大家的这个小烦恼。那我觉得能够一起去感受大家的这些想法，很幸福。因为都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些生活小问题啊，我觉得非常珍贵。仔细的听一个陌生人打过来的，想要帮他解决问题，那个感觉好好。我一直觉得我们这个朋友请听好不是一个给答案的节目，我们是一个倾听的节目。其实你能让我们倾听一下，我们已经很荣幸了。我们能够参与到这个部分已经很光荣了。那么在这里呢，再一次感谢大家今天的守候，我们今天就播到这儿喽，好吗？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晚安，晚安。哇，辛苦啦，太成功了。怎么有一盒任务啊？啊，已经来了。哇哦！恭喜各位完成本期朋友请听好的广播直播。本期广播共陪伴并点亮了64万，64万，64万2096双耳朵，恭喜点亮耳朵数达标。你看，我们开心的是数字一直在往上升。对，所以说真的是有60多万人。对，点亮。吃饭喽！耶！做火锅我来解决。我要吃蟹柳，这里全都有。来吧，来吧！哇！我的天哪！要了命了，这个。来庆祝我们完成了我们今天的点亮任务，也感谢程程，感谢 Jeffrey， 谢谢，谢好感谢。来吧。真好吃。完全没有人说话，也是脆的。哪里有时间？太好吃了。吃个这个真是爽翻了。先生，你去拿勺子是不是？对。哎，太可爱了。我们真是心有灵犀，不点得通。你看，我们两个发现自己帅和美，都是看到镜子以后。然后我想到拿勺子，你也去拿勺子。然后我就想，他不会跟我想的一样吧？这是懂事懂得，简直是。弹幕很精彩吧？啊，弹幕还挺精彩。弹幕好的，好精彩。今天一直在说我声音小，我怎么觉得我声音还挺大的？我们听到的没有哎，对，就是很低沉、很浑厚哎。会是我的声音他们让我在这儿跟你说。对。还是不好意思，我不是很能听清那边说话。何老师，你那边声音有点小。好的，那我太紧张了。好，那我推大一点啊。你看他一边舞蹈，还一边给我打字，让我声音大一点。所以你有看到吗？当然啊，我以为你都没有看到，你都不回我。我是确实没时间多打字了，我真的是，我看到。哦，非常自如了，你真的很棒。先去多吃点肉，这样扛冷，不穿秋裤也能扛住。我现在有连裤袜了，也 OK 了。真的，我从小我妈喜欢给我买铅笔裤，就勒得特别紧，然后还得让我里边穿秋裤，是非常紧，那真的走路很难受。对，那你腿型是不是这样勒出来的呀？是塑形是吗？塑形是妈妈的塑形。妈妈的给你塑形。
那你不想穿，你会跟妈妈说吗？我小时候会墨迹，就不想就不穿是吗？墨迹也有点可爱吧？我拍戏的时候有个那个，就是在刚开始的时候选了一条破洞的牛仔裤啊，然后呢后来转去北京拍，必须接戏，你就把秋裤剪了8个洞，每天就把秋裤剪了很多洞，对上那个洞，对上那个洞，就好笑。对，秋裤剪了很多。哎，这是跳舞的吗？我们要不要玩一下？我喜欢。 OK， 对。然后我们是要看谁分高吗？对。这个舞会不会对我太容易了？然后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赌谁赢？可以啊。输了在脸上画一下。可以啊。可以啊。选错的人也要画。好。那只能画1笔。对，只能画1笔。那我们赌的话，那1笔是可以是连着的。对，只要能连下来。好玩。你第一个挑谁？第一个点你。好吧。这位选手你好。你好，这位选手，我肯定会赢你的。你们来猜一下好吗？你是选谁？你选谁？我选你。你选谁？我赌何老师，何老师，你来。我赌何老师。好吧，你们等着。Round 1, Lady Go。为什么我没有呢？我是哪个？娜姐是左边，娜姐是左边。像喝多了。我应该给你们俩录下来。为什么何老师这么厉害？Oh my god！ 你俩跳的一支舞吗？哇，这个舞要跳天长地久啊！好累呀！宣布退出吧。海草！我肩负所有人的光荣，我非常卖力。完了，娜姐4道预定，一举满脸画光，难分伯仲。是我赢了吧？哟，娜姐，我8000多分，你才5000多分。来吧，娜姐，别看了，赶紧坐下。我先。那要花4道杠吗？对啊。哦，一笔啊，一笔。哇！哦，画得好好。啊？你是画唇印吗？我这个画的比较可爱。娜姐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就这样吧。你会不会最后脸上有16坨？你这叫简单的。
当你连我都没赢过的时候，就说明今天不是跳舞日。到底秘诀是什么？你们跟我说一下嘛。没有秘诀，就是好好跳。论跳舞，我也不输何老师啊，怎么叫好好跳啊？那要不你换个位置呢？换个位置，挑战这个 Jeffrey。来 Jeffrey，好，我站 Jeffrey。你对这个感觉很精彩，是不是？看这边精彩是吧？千玺快来。Round 2 Lady Go。你是哪个？不要吵我。我们都是 Jeffrey。为什么没有人声？他的动作非常大，他那脸上的妆。有感情招，你过去一点。Sorry。又输了，这不舒服是吧？刚刚对你有点好印象，你完蛋了。还可以，他给你画了个五角星。对，这一个地方。哎呀，还差一个。这个比赛就是为了你翻盘，这是你的翻盘之夜。剩下2个更不好弄了，先你来吧。我先吗？啊，我站程程，加油，程程。Round 3 Lady Go。Deja que te disculpe que eras para mí. Dile a tus amigas que andamos ready. Esto lo seguimos en la after party. ¿Cómo te llamas, baby? Desde que te vi supe que eras para mí. Dile a tus amigas que andamos ready. Esto lo seguimos en la after party. Con calma. Yo quiero ver cómo ella lo menea. Mueve ese pom pom girl. Es una asesina cuando baila quiere que todo el mundo la vea. A la yo pom pom girl con calma. Yo quiero ver cómo ella lo menea. Tal vez hazme lo que sea. A la yo pom pom girl。又输了。娜实力演绎什么叫越努力越心酸。这个舞会不会对我太容易了？我肯定会赢你的。娜实力演绎什么叫越努力越心酸。我是不能容忍的，这个我是不。哎，我本来是想画一个这样子一条线的到这儿。千玺，你来，我都不知道画哪儿了。接着我的那个。千玺你在干什么？你画降落伞像一个船锚，现在像什么？船锚。你再说一遍。美女。
来将是创造历史的一场比赛，独挑毅然装置冠军导师，你选。来这种，就这个，女生的舞我还赢不了你。大姐，你翻盘的机会，赢冠军导师最好的机会。加油，娜娜。Round 4. Lady, go! 哎呀，一起赶快！毅然装置燃不起来。但目前是千玺高哎。哇！哎，他又比我多一个星了。评分收缩。哇！喂？哇！哇，千玺1万多，没有地方花了。千玺跳完还解锁了一个新的模式，叫 All Star 模式，解锁了模式。接下来我跟你说啊，我就来猜，我不信我还猜输，输了我一笔画的你们比我满脸都多。葫芦娃。我这轮结束了以后，将由你们黑白脆比赛了。下面由我这个游戏的冠名者指定你们的比赛。千玺跟何老师，那我这把肯定是赢的嘛，对不对？他是想画，我一笔就要把何老师画成我这里个脸。来，写完了。 Round 5. Lady, go!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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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rty bit. 看到他们赢的感觉，这开场舞。Dirty bit. solo 来， I came up in here to rock, light a fire, make it hot. I don't wanna take no pictures, I just wanna take some shots. So come on, let's go, let's lose control. Let's do it all night till we can't do it no more. We gon' rock into the sound, turn it up and watch it down. We gon' rock it to the top until the roof come burning down. Yeah, it's hot in her, the temperature has got these ladies getting freaky. I got freaky, freaky, baby. I was chilling with my lady. I didn't come to get bougie. I came here to get crazy. I was Dirty bit. 我输了，千玺赢。来吧，来，哎，你信不信一笔啊就可以到？其实这就是一笔。
好可以，真靶子。平常生活好像没有这么慢节奏，能够一起去感受大家的这些想法，特别开心，很幸福。加油！8点钟打扰了。女生的舞我还赢不了你。朋友，有多久没有人认真听你说话了？这里整夜有光。有些话你可以说给全世界听，因为你找不到那个要听你说这句话的人。希望在纷扰的世界里，能给您心里的那丝宁静找到一份慰藉。哇！太阳姐姐好，你说好不好？给大爷停下来！我每次的出现都是在厕所，是不是？你特别像我们聘了一个保安，从那个岗位里面出来说有没有危险？最想听到每个嘉宾对爱情的理解。爱情像我的值班室。所以我们今天有什么任务？你们到街头去收集一些面对面的，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跟陌生人讲到话，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的坎。看起来像好人，你这样看起来社会大哥。何老师，你呢？我没有什么想分享的。快分享！他动手，我宣布我的感情状况。今天我面临的状况就是，我们娜娜跟千玺不得不去参加春晚的彩排和那个节目审查。说好的直播现在播不了了。这时间点可能有大部分人是不在，后面压力太大了。确实是有一些观众期待了很久，但是他可能就听不了了。太难了，我们肯定也是挺为难的。其实是很难两全的。上微博搜索朋友请听好话题词，和嘉宾一起为听众答疑解惑。感谢特别合作媒体微博台网、微博综艺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娱乐、新浪新闻客户端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号。感谢独家知识短视频合作平台秒懂百科。秒懂百科，世界如此简单。新闻客户端平台界面新闻、凤凰新闻、一点资讯、撒卡尔特别合作平台 UC 浏览器、夸克 APP、陌陌。WiFi 万能钥匙，闪芒有道云笔记，电台合作975摩登音乐台106.7，石家庄音乐广播。感谢网媒支持：凤凰娱乐、搜狐娱乐、新华网、中国青年网、中新网、北京网、环球网、国际在线、中国网、千龙网、粉丝网、中国娱乐网、360娱乐、猫扑娱乐、红网、华声在线、新浪湖南、大香网、大众网。一路走回家。说车站风好大，说喜欢那个他，说奶奶的手帕藏着给你的糖，说深夜路灯下你影子像小马，说远方好远啊，然而今天也很勇敢啊。